This is the all-new Honda Clarity fuel cell vehicle. It takes hydrogen gas, mixes it with oxygen in the atmosphere, and the output is electricity, really heat and water. 话说现在大家伙都一股脑儿往电动汽车那儿挤，本田这哥们儿倒是挺有想法，愣是玩起了单刀赴会这一招。他们当然没打算在清洁能源这块掉队，只不过选了条跟其他车企不太一样的路子——氢燃料电池。这不，本田直接放大招，推了款大家都没想到会冒出来的氢能源车型，这简直就是一场豪赌。要么一炮而红，彻底颠覆汽车圈的玩法，要么就悄没声的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不过话说回来，稍微了解点本田的历史就知道，这家公司可不是吃素的。你敢轻易说他们会栽跟头，我估计悬。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给了本田这么大的底气，敢走这条别人都不太敢碰的路？他们凭啥觉得自己能成，而其他大厂却没这个信心呢？ One of the advancements that we've made with this generation of fuel cell vehicle is we packaged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xcept for the tanks under the hood. 本田宗一郎的工程理念，本田的崛起并非始于汽车制造，而是一位满身油污，在简陋工坊中悉心摆弄机械的工匠。1906年，本田宗一郎降生于一个以铁匠为业的家庭，在充斥着工具自行车和金属气息的环境中成长。他对速度的痴迷和对机械性能优化的执着，早在他创业之初就已显现。他的早期事业并不耀眼。1937年，他创立了东海气环公司，专门为丰田生产活塞环。这项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却磨砺了他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然而，二战的炮火摧毁了一切，工厂在轰炸中化为乌有，他不得不从零开始。但本田宗一郎并未因此气馁。战后，日本百废待兴，汽油极度匮乏，人们迫切需要经济实用的交通工具。1946年，他大胆地将旧军用发电机引擎粗略地安装在自行车上。令人惊讶的是，这辆简陋的改装车竟然能够行驶。2年后，本田汽车公司正式成立。正是从这些最初的机动自行车起步，本田的摩托车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并不断刷新纪录，赢得了世界的关注。那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日本制造的机械产品完全有能力与欧美产品相抗衡。因此，本田宗一郎的雄心不仅在于参与竞争，更在于通过卓越的工程技术赢得领先地位。他深信，只要能够持续提升引擎的性能，其他环节自然会迎刃而解。这种理念成为了本田的企业哲学：勇于冒险，持续创新，永不满足于现状。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本田生产的发动机数量超越了全球任何一家企业。从摩托车到喷气式飞机，再到一级方程式赛车，凡是需要引擎的领域，本田都曾打造出专属的强劲动力。本田引擎的传奇由此铸就其与众不同的地位。如今，本田年销量超过400万辆汽车，位列全球第7大汽车制造商。然而，其赢得的不仅是庞大的市场份额，更是广泛的尊敬。本田以其卓越的可靠性而闻名，鲜有其他品牌能够匹敌。以雅阁为例，它始终位居最佳轿车排行榜前列，仅在2017年上半年，其销量就超过了16.1万辆。消费者信赖本田，正是因为其产品极少出现故障，即使出现问题也易于维修。但本田真正的传奇在于其在引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1970年代，本田研发出 CVCC 发动机，在不使用催化转化器的情况下，便满足了当时极为严苛的美国排放标准。这项突破性的技术有力地证明，清洁排放与强劲动力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随后，在1980年代末问世的 VTEC 系统，使得小排量发动机能够爆发出媲美大排量引擎的强劲动力。这在汽车爱好者中传为佳话。本田也是最早将混合动力车型引入美国市场的企业之一。这再次证明了燃油效率与卓越性能可以并存不悖。他们始终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引擎技术，当其他制造商将其视为发展的限制时，本田却将其视为亟待破解的谜题。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助力本田跨越了数十载的行业变革。如今，当众多企业纷纷压住电池技术时，本田却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未来或许并非彻底抛弃内燃机，而是对其进行创新与进化。电动汽车的崛起与审视。曾几何时，电动汽车还如同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无油、无声，插电即可行驶。而如今，它们已经随处可见。特斯拉在高速公路上疾驰，配备着巨大的触摸屏，只需一杯咖啡的时间即可完成充电。未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到来，各国政府正全力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税收减免、购车补贴等激励措施层出不穷。
鼓励人们放弃高油耗的传统汽车。一些国家甚至宣布将在未来10到15年内全面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传递的信息清晰而明确。电动化代表着汽车产业的未来，而内燃机则属于过去，电动汽车的技术也在迅速发展，续航里程不断提升，充电时间逐渐缩短，虽然价格仍然相对较高，但已开始逐步回落。当人们逐渐适应了静谧驾驶体验带来的陌生感后，便开始争相购买。各大汽车巨头纷纷加入这场竞赛，福特、现代、大众、通用等纷纷推出各自的电动车型，仿佛这已成为最新的必备科技。这股浪潮似乎势不可挡。对气候变化的忧虑、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需求以及尖端科技的吸引力，共同将电动汽车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不仅是一场潮流，更是一场汽车产业的全面转型。然而，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存在其潜在的问题。越是深入审视电动汽车的浪潮，其固有的局限性就越发显露。电动汽车的隐忧，电动汽车常常被标榜为清洁、环保且充满未来感，但真实的图景远比这复杂。首先是电池问题，电动汽车的电池体积庞大，重量沉重，并且含有大量的锂、钴、镍等材料，这些原材料的开采会对地貌造成破坏，污染水源，且常常发生在劳动条件恶劣的国家。这绝非一个美好的过程，也远非最终产品所暗示的那般清洁。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电池的寿命终结，电池并非永久耐用，数年后性能会衰退，需要更换，而电池的回收过程既困难又成本高昂。目前我们尚未建立完善的处理体系，大量的废旧电动车电池正堆积如山，我们仍在探索有效的处理方案。充电问题同样令人头疼，即使使用快速充电设备，也需要耗费30分钟到1小时才能获得足够的电量。这在午休时充电尚可接受，但对于长途旅行来说，则成为一个明显的阻碍。如果居住在公寓或没有私人车道，居家充电更是无从谈起，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但这些充电桩常常存在数量不足或故障等问题，续航焦虑是真实存在的。大多数电动汽车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在200到300英里之间，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当你在寒冷的冬季高速公路上行驶并开启暖风时，低温会大幅降低电池的性能，原本250英里的续航里程可能瞬间降至180英里，你便会开始担忧是否能够顺利抵达下一个充电桩。电网问题更加棘手，当数百万辆电动汽车同时充电，尤其是在用电高峰时段，现有的电网将不堪重负。部分地区的电力公司已经要求居民避免在特定时段充电，因为系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负荷，将数百万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而未同步升级配套基础设施将导致严重的电力供应问题。此外，电价也在攀升，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增长，电力成本也将随之上升。廉价清洁出行的承诺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综上所述，电动汽车是技术进步的一步，但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它们在某些方面解决了传统汽车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质上是将问题进行了转移，而非彻底根除。而这正是本田将目光投向氢能的重要原因。本田的氢能探索，2015年本田推出了一款宛如来自未来的车型——本田 Clarity 燃料电池车。这款车型在东京车展上首次亮相，成为日本首款量产氢燃料汽车。它不燃烧汽油，无需插电充电，仅以氢气为动力，排放物仅为纯净的水蒸气。本田并非简单的将氢能技术生硬的移植到现有车型上，而是从零开始打造了 Clarity。其燃料电池堆设计紧凑且高效，巧妙地收纳于引擎盖下。内部独特的波浪流系统能够加速氢气的循环效率，从而更充分地利用氢气，实现更高的动力输出和零浪费。最终 Clarity 实现了单次加氢超过300英里的续航里程，这在当时超越了大多数电动汽车。同时 Clarity 也具备了私域车型相当的实用性，拥有宽敞舒适的5人乘坐空间以及静谧平顺的行驶体验。加氢过程仅需5分钟，与传统燃油车加油的时间相当。从理论上看， Clarity 堪称一款完美的环保座驾，既拥有电动汽车的环保优势，又避免了充电带来的不便。然而Clarity 的失败并非源于技术缺陷，车辆本身的运行表现近乎完美，问题的症结在于基础设施的匮乏。氢燃料补给站几乎在世界范围内都难以寻觅，除非你身处加利福尼亚州或日本少数几个地区，否则几乎找不到加氢的地方。这使得长途旅行充满压力，甚至难以实现。消费者不会购买一辆可能在路上抛锚的汽车。此外，还存在一定的认知障碍，氢能听起来复杂，甚至带有潜在的危险性，而电动汽车则显得更加简单直观，插电充电即可上路。电动汽车还享有明星效应、政府补贴以及日益普及的充电站网络，而氢能却未能获得同等的支持，既缺乏显著的税收减免，也鲜有媒体的大力宣传，更看不到商场里的试驾活动。
本田仅销售或租赁了数百辆 Clarity 车型，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但市场需求始终未能形成规模。最终在2021年，本田停产了 Clarity 燃料电池车，连同其电动版和插电混动版。本田的氢能梦想似乎暂时画上了句号。本田的启示与坚持。然而，本田并未因 Clarity 的受挫而彻底退出氢能领域。他们从这次经历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洞见，核心的教训清晰可见：氢能技术本身是可行的，氢燃料电池是可靠、高效且清洁的。问题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外部环境、基础设施的缺失。于是，本田选择暂时退后一步，静观电动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目睹特斯拉股价的飙升，以及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投身电动化浪潮。本田并未因此感到恐慌，而是选择在幕后持续推进氢能技术的研发，默默地精进技术。本田洞悉了其他制造商正逐渐认识到的事实：电动汽车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案，电池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例如稀有材料的开采问题、漫长的充电时间以及对电网造成的巨大负荷压力。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而消失，而氢能则展现出另一套独特的优势：快速加注、更长的续航里程，无需处理废旧电池，且不依赖电网。氢能所需要的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本田深谙市场时机的重要性，过早进入市场与迟到同样具有风险。他们的战略眼光或许超越了时代，但他们并未放弃对氢能的信念，而是选择静待时机，持续优化技术，等待基础设施成熟的那一天。而这一次，他们不再孤军奋战。CR-V 氢燃料 SUV 更明智的战略选择。本田重返氢能领域的力作并非一款小众的轿车，而是 CR-V 这款在美国市场上最畅销的 SUV 之一。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措。CR-V 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值得信赖的口碑，早已赢得了数百万消费者的喜爱。将氢能技术融入这样一款备受青睐的车型中，本田有效地消除了 Clarity 时代最大的技术壁垒——消费者的接受度。它既不显得怪异，也不过于未来感，而只是一款更清洁的 CR-V。这款被本田称为 CR-V FCEV 的新车型，完全依靠氢能驱动。两个高压氢气罐被紧凑且安全地安置在后排座椅下方，其下方是先进的燃料电池动力单元，负责将氢气转化为电能。在行驶过程中，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产生电能，唯一的副产品是纯净的水蒸气，甚至可以直接饮用。从技术层面来看， CR-V FCEV 的氢能系统比 Clarity 更加先进。本田与通用汽车合作开发了新一代燃料电池堆，其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且效率更高。在占用更少空间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大的功率，这意味着 CR-V FCEV 仍然拥有充裕的成员和载物空间，除非有人特意告知，否则你甚至可能不会察觉到它正以氢能驱动。加氢过程仅需3到5分钟，这与在加油站为传统燃油车补给燃料的速度相当。加满氢气后， CR-V FCEV 的续航里程可达近400英里，超越了大多数电动汽车，并能与许多燃油 SUV 相媲美。消费者既能获得传统车辆的续航能力和便利性，又能实现零排放的环保目标。但本田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CR-V 氢能版还能充当一个可靠的备用电源，当家中停电时，只需连接车辆即可维持关键电器的正常运转。它不仅是一款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应急的移动发电机，超越了单纯代步的实用价值。本田目前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款车型，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和日本作为首批上市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了加氢站网络。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展，供应网络也将同步覆盖更广阔的区域，这是一种审慎而渐进式的布局。本田从 Clarity 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在缺乏加氢站的情况下，氢燃料汽车注定难以普及，但如今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这彻底改变了局面。基础设施难题的逐步消解。多年来，氢燃料汽车面临一个致命的缺陷：加氢站稀缺且分布零散，对于大多数车主来说极不便利。但如今，这种局面正在快速改变。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的氢能发展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州已建成50多座加氢站，并且还有更多的站点正在规划中。这些站点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旧金山湾区和圣地亚哥等人口稠密地区。虽然覆盖率仍然不及传统的加油站，但已经足以支持氢能汽车的日常使用。其他州正密切关注加州的进展。随着加州成功验证该模式，其他地区很可能会纷纷效仿。日本正全力压住氢能，政府已将其视为未来清洁能源体系的基石。加氢站的数量正在快速扩张，尤其是在东京和大阪周边地区。日本计划用氢能驱动的不仅是汽车，还包括公交车、卡车乃至整个社区的能源供应。德国正积极为重型车辆建设氢能基础设施。
对于需要快速加注和长续航能力的跨欧洲运输卡车来说，电池技术难以高效满足这些需求，而氢能则具备显著的优势。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正向氢能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在公交车、出租车和配送车辆等领域部署氢能技术，其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这并非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各国政府不仅在测试氢能技术，而是真正在此领域投入重金。原因在于氢能的应用范围远不止汽车，它同样适用于卡车、火车、船舶以及工业领域，其多功能性是电池技术难以企及的。关键的一点是，电动汽车正开始对电网造成巨大的压力，在用电高峰时段，电力公司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部分地区已经要求电动汽车车主避免在特定时段充电。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上路，电网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而氢能则不会给电网带来额外的负担，它属于一个独立的系统，并且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绿色氢气，这使其对寻求清洁能源与电网稳定性之间平衡的政府来说极具吸引力。曾经阻碍氢能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基础设施，终于开始逐步建立。本田 CR-V 氢燃料车的推出，恰好赶上了加氢站投入运营的时期，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氢能与电动的真实较量，让我们将氢能与电力这两种主要的未来能源形式并列比较，看看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加注时间，电动汽车充电需要3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具体取决于充电设备的功率，而氢能加注仅需3到5分钟，这绝非微小的差距，意味着短暂的停留与漫长的等待之间的区别。续航里程，大多数电动汽车单次充电可行驶200到300英里，高端车型可以达到400英里，但价格也更为昂贵。CR-V 氢燃料车单次加注氢气的续航里程接近400英里，并且在低温环境下续航能力不会受到显著影响。而电池驱动的汽车则不然，环境影响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实现零排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但制造电池需要开采大量的锂、钴和镍等稀有金属，这些开采活动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并且能源消耗巨大。氢燃料电池则完全省去了电池制造环节，无需使用这些稀有金属。虽然燃料电池堆中使用的铂金较为昂贵，但可以回收利用，氢气可以通过水电解的方式制取。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则被称为绿色氢气，堪称最清洁的能源形式之一。网压力，数百万辆电动汽车的普及将给现有电网带来巨大的压力，部分地区的电网已经不堪重负。氢能则不依赖电网，其生产和分配可以独立于电网进行，储存和分销模式与现有的汽油类似，从而缓解了本已紧张的电网压力。材料，电池技术依赖于昂贵且稀缺的原材料，这些资源往往集中分布在少数国家，导致供应链存在潜在的风险。而氢是宇宙中含量最丰富的元素，我们只需要建立高效的生产和分销基础设施即可。安全性，电动汽车电池存在起火的风险，并且一旦起火难以扑灭。虽然这种情况较为罕见，但确实发生过。氢气固然易燃，但现代储氢罐的设计能够确保在损坏时安全地释放压力，因此其风险性质与电池不同，并非更高。总而言之，这两种技术都不是完美的，但氢能恰好解决了电动汽车难以应对的一些特定痛点，例如快速加注、更长的续航里程、无需处理废旧电池以及不增加电网负担。对于特定的驾驶者和使用场景而言，氢能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本田正是压住有足够多的用户会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使氢燃料汽车具备商业价值。本田的更宏大战略与日本车企的动向，本田并非孤军奋战，他们参与了一项更广泛的日本行动，旨在使内燃机在零排放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丰田、马自达、斯巴鲁乃至雅马哈等日本汽车制造商都参与其中。本田正积极探索替代燃料和先进的燃烧技术。丰田在这方面发声最为积极，他们主张电池并非实现碳中和的唯一途径，内燃机也可以实现清洁运行，前提是改变燃料类型。他们正在研发氢燃料、生物燃料以及合成燃料驱动的引擎，这些并非传统的汽油发动机，而是为了燃烧清洁燃料而重新设计的引擎，可以实现接近零排放的目标。马自达正在试验氢燃料转子发动机，斯巴鲁则在研发可以使用碳中和燃料的水平对置发动机。以摩托车闻名的雅马哈甚至正在打造轻动力 V8 发动机，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他们对此充满信心。本田既是燃料电池技术的先驱，也是内燃机技术的创新者。他们与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协同研发，以及与 GM 日本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推广机构的合作，使其掌握了先进的燃料电池技术，并为不依赖化石燃料的内燃机保留了发展的空间。这并非固守过时的技术，而是在探索和拓展未来的选择空间。并非所有
国家都具备支撑数百万辆电动汽车运行的电网基础设施，也并非所有驾驶者都能便捷地进行充电。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以及偏远地区需要其他的替代方案。氢能和清洁内燃机恰好可以填补这些空白。本田的战略显得颇具智慧，他们并未孤注一掷地压住单一技术，而是同时推进氢燃料电池的研发，优化混合动力系统，并继续进行内燃机的研究。无论哪条技术路径最终胜出，或者其他路径异军突起，本田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种灵活性在一个快速变革的行业中或许是最明智的抉择。本田并非试图击败电动汽车，而是提供另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于部分驾驶者而言，电动汽车始终是合理之选，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氢能可能才是更优的解决方案。本田压住未来的汽车市场能够容纳这两种技术并存发展。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氢燃料 CR-V 或许并非一次冒险的豪赌，反而会成为一个令竞争对手扼腕叹息的先行之举。